这一次，中国再也不需要低调了。美国曾不止一次地提及到，坐拥4000枚弹道导弹的中国火箭军一旦拉响一级战备，东风快递只需要30分钟就可以炸毁美军在亚太地区所有的战略基地。到底解放军的东风快递有多厉害？大家知道中国的火箭军吗？实际上，中国除了海军、陆军、空军，还有一个特殊的第4军种，叫做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军种，由第2炮兵更名而来。顾名思义，火箭军就是完全由导弹组成的特殊军队，具有超强打击能力。目前，火箭军是中国中央军委授予的具有火箭军旗的独立军种，由10万人6个师组成。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建立火箭军呢？众所周知，在未来现代化战争中，拥有一支可以远程精准射击的队伍，那就意味着拥有一张超强王牌，不仅可以在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还可以抵抗美、俄、法、英等国的核武器大国的威胁。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保护每一位中国百姓，随着中国火箭军经过实践和改良后，其作战体系已非常健全。在这种作战体系中，需要较强的应变能力，将不同的导弹搭配发射攻击。据媒体报道，除此之外，现代战争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看一个国家有多少艘航母，而是看谁能最快地摧毁对方的后勤、支援、防空、陆基发射平台等领域。在这个时候，导弹的重要性就被凸显出来了。那中国火箭军的实力如何呢？据媒体报道，中国的火箭军已经发展了40个旅，下设3大部队，分别为战略部队、常规部队和作战后勤保障部队。此外，各部队下又划分了不同的专职部门，每个基层精细到基地、旅、营等单位。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战略导弹部队，该部队以核战斗部导弹为载体，短时间内可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目标实现定点摧毁，射程从1000公里囊括到10000公里。更值得一提的是，战略导弹不仅能适应极端环境和复杂气候外，还具备拦截敌方导弹的反导能力，彻底满足了现代化战争的一切需要。而常规部队主要承担中远程打击任务，在机动和应急处理等方面大放异彩。配合战略导弹的大面积摧毁，常规导弹着重用于突袭敌人后方纵深部队和后勤保障系统，为陆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扫除障碍。独立成军后，火箭军的各项功能更加完备，配合上更为默契，也提升了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率。那么，火箭军在什么情况下会启动1级战备状态？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战备状态共有4级。据悉，4级战备状态，他国或者是中国周边国家出现异常现象，可能会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时候，中国的全体官兵就会进入到4级战备状态。3级战备状态，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出现异常状况，这种异常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时候就会进入3级战备状态。2级战备状态就是当前局势已经快速恶化，对中国造成了严峻的军事威胁，中国进入2级战备状态。而所谓的1级战备状态，就是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也就是国家面临重大的军事威胁，敌人已经准备向中国开战，国家已经有明显的战争倾向，国家的社会结构以及运作的一切都要以军事为主要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战争一触即发。此外，一旦进入1级战备状态，就意味着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人员以及战略防御等都进入了紧急部署状态，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通讯系统很可能会直接被军队利用，可能会增派大量值班人员，昼夜不停地紧密关注一切动向，在监测周围局势时，可能还会动用更多的侦察手段，包括各站位保持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在岗，停止一切其他行动，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那火箭军的1级战备状态一旦进入实战，会引发什么后果？中国火箭军在1级战备状态下，随时都处于战争待发状态。中国火箭军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强的战备机动能力，同时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存在。一旦进入1级战备状态，26个导弹旅以及数百辆导弹发射车，携带4000多枚导弹随时待命。这几千枚导弹针对敌方各个地点进行饱和式打击，这样的火力攻击，想要用铁穹系统拦截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就拿东风211D 来说，超过5000公里的射程，外加18马赫的飞行速度，是全球最出名的航母杀手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突防能力基本上没有防空系统可以拦截。
而且其在大气层外多次弹跳的飞行路径，更大大减少了中断反导的几率，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存在。东风2.1D 一旦对航母进行攻击，基本上能拦截和躲避的可能性为零。除此之外，中国核常兼备导弹东风26是继东风2.1D 后中国第2款执行航母作战任务的弹道导弹。在对敌军岛屿或者关键目标的时候，东风26导弹会换上核弹头，射程可达5500公里。对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目标，东风26可进行精准的打击，因此也被誉为关岛快递。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洲际核导弹也是不容小觑的存在，它是中国火箭军最具威慑力的一款重磅武器。目前共有5款洲际核导弹，其中东风41和东风5B 是目前最强的2款。号称是中国的镇国神器。据公开信息了解到，一枚东风5B就可以携带7枚6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这足以攻击15000公里外的目标，且误差不会超过250米。这是什么概念？比如说，美国纽约的面积为793平方公里，如果用东风5B对其发起攻击，仅需要1枚就可以把纽约50%的面积夷为平地。此外，东风5D 弹头冲击波的杀伤范围是391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地面的大部分建筑都会被直接摧毁。不仅如此，在15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冲击波的能量还会造成3级烧伤。也就是说，这个范围是纽约整个城市面积的2倍。如果东风5B 造成的热辐射没有什么阻挡的话，仅仅是它产生的冲击波就足以使纽约整个城市的市民都产生一种被烧伤的焦灼感。然而，这只是一枚东风5B 所造成的杀伤力。不过，东风5B 由于是液体燃料，因此质量超重，而且一次填装燃料就要几个小时，因此只能依托发射井发射。而中国最新的东风41洲际导弹不仅威力更大，而且能利用发射车进行更隐蔽式发射。然而，采用固体燃料也不需要花几个小时填装燃料，其速度更是达到25马赫，仅需30分钟即可覆盖全美。可以说，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防止中国火箭军的万炮齐射，尤其是中国的饱和打击能力，一次发射上百枚的核弹头，可以说超过了大部分国家反导系统的拦截上限了。所以说，有核的国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能轻松将自己手中的核弹头掷出去。总之，中国也正因为有了强悍的东风快递做后盾，中国的国防安全才有了更大的保障。所谓的和平不过是军事强大的保障，但中国火箭军的东风快递已经在路上了，东风快递必将不负使命。